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为什么这个我不太推荐去开盈透证券账户啊？首先的话，前几天有个朋友啊，他刚刚去过香港，然后开了比较多的银行账户啊。那么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美股交易啊，这个的话也很正常。那么他就咨询我开哪个券商好啊，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些视频，就是说在网上啊，很多人在宣传盈透证券好啊。那么盈透证券，说实话，我之前用过啊。我在大概很久很久以前吧，大概就在2015年或者14年的时候就开了盈透证券啊。那么盈透证券那个视频，先说那个视频吧。那个视频的话啊，就是说两点啊，就是第一点的话是盈透证券信用倍数比较好啊，比较老牌，然后加上又是美股公司啊，在美国成立时间又长啊，那么就是信用比较好，就类似于工商银行这样子啊。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有汇丰卓越账户的话，一地卓越就全球卓越。比如说你在中国是卓越账户，那么它会给你提供海外开户的便利啊，那么你可以开到美国的汇丰银行账户。那么美国汇丰银行账户呢，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只要你每个月有这个滴滴滴滴的转账啊，叫 direct deposit 啊，然后就是直接的存款啊，就是类似于 ACH 转账啊，转进来就5000啊。那么这个5000的话，就是说你从盈透证券，比如说100美金啊，然后你提取5000到这个银行，银行再转账到这个盈透证券啊，那这样的话你可以保持这个汇丰银行卓越账户就是无损啊，就是不需要存款存10万美金，或者说在中国存50万人民币啊，也不需要或者说在香港存100万港币啊，那么就是等于说是这个漏洞嘛这个叫证券大法啊，说实话啊，那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作为盈透证券很早用户啊，我说几点啊，就是盈透证券为什么我不推荐使用。第一个的话就是盈透证券收佣金啊，最简单的例子，现在那么多免佣金的券商，买股票不需要佣金，买 ETF 不需要佣金，但是这些免佣金券商买期权还是要收佣金的啊。那么反正你正常买股票买 ETF 的话都不需要佣金，你何必要去搞一个需要佣金的券商呢？第二点的话盈透证券的这个交易软件非常非常的难用非常非常难用，也不说难用吧，就是非常难看，很丑，体验不好用户体验非常不好，你跟那个富途牛牛完全没法比啊。不过我曾经的话是用富途牛牛去看行情，然后用这个 IB 叫盈透证券去做交易然后呢，盈透证券还有很多限制，比如说你存钱存的少的话它还收行情费每个月大概10美金吧那你是不是又被坑了一笔现在有几个券商还收行情费的呢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推荐盈透证券呢无外乎两点，第一个，盈透证券确确实实有很大的信用背书。第二点的话就是盈透证券给到的，比如说拉一个人头的话，他给的奖励是非常高的估计有200美金或者150美金左右我具体不是很清楚，反正挺高的包括之前也知道这个 First Trade 然后也是给的佣金比较高，然后它也比较知名，但是都是要收佣金那么我之前也推荐过一个券商大家可以翻翻之前视频就是那个券商是我自己在用的那么那个券商的话，就是有个好处，就是说呢，除了期权交易那么比如说美股 ETF 都是免佣金的。如果说你说那个滴滴Direct Deposit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就是 ACH 转账嘛很简单没问题。那至于那个券商的话我之前介绍的话，大家可以翻翻之前视频我这边不就介绍了。另外一点就是盈透证券的话，确确实实呢，在有一些方面还是挺好的比如说在杠杆交易它的利率可能低一些，还有的话就是你卖空证券的话，可能借得到证券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在里面有苹果证券苹果公司的股票你这股票是可以租给这个盈透证券的他帮你去卖空这个也是可以的不过呢就是非常难用第二个的话778费用也不少第三个的话就是客服支持也不太好全英文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中文支持不过我记得之前好像上海那边是有客服中心的可以打电话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好像这个客服交易好像不太满意我感觉。然后呢，盈透证券的话，好像之前我开户的时候是需要存10000美金起步10000美金起存进去之后它会隔个几个月之后给你发张卡片，这个卡呢就是一个密保卡然后如果说你每次登录这个软件的时候，它会让你输入比如说 A3 的这个坐标这个代码比如说134那 B5 的代码251那么输进去这样可以
那如果说这个卡丢了的话啊，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啊，但是肯定是很麻烦的。所以说盈透证券在这一块的话，很早就做到2不验证了啊。反正呢，最重要为什么我不去用盈透证券呢？就是在现今这个时候啊，都2023年了，免佣金已经大行其道了，我觉得没必要吧啊。如果说你要用盈透证券之类的话，我觉得那还不如用汇丰 One 啊，汇丰它本身就自带这种证券功能的啊。